亏损、欠税、关店，市值从巅峰时期的100亿港元到现在不足10亿。曾经火爆的日式网红拉面鼻祖味千拉面，在中国真的凉透了。先来做个小调查，假如你今天突然想吃面了，兰州拉面、沙县拌面、牛肉板面，还有味千拉面，这4种你会选哪个呢？要是放在10年前，可能还有不少人会选味千拉面，但现在估计大家宁愿在家煮一袋方便面，也不会选味千了。作为日式快餐的初代网红，味千拉面曾是不少国内消费者关于日式拉面认知的启蒙。打着大骨熬汤的产品噱头，味千拉面也一度俘获过不少拉面爱好者的芳心。然而，如今的味千拉面日子过得是一年不如一年。据其发布的最新半年报显示，截至2024年6月30日，公司营业额相较同期下降 6.6%， 预计净亏损2000万人民币。再看味千如今 0.84 港元的股价，更是跌得一塌糊涂。相比上市以来最高股价 16.47 港元，已缩水近 95%， 市值蒸发148亿。那么，曾经的拉面大王味千拉面，当初是怎么火起来的？现在又为什么混得这么惨呢？味千拉面最初起源于日本熊本市，创始人叫重光孝志，但他其实是一位在日本生活的台湾人，原名叫刘谭祥。早期在日本留学，毕业后就留在日本定居，娶妻生子，并改名为重光孝志。1968年，重光孝志在一次大裁员中丢了工作，没了工作的他赋闲在家，天天给女儿煮面。妻子看他手艺还挺好，就鼓励他开间面馆解决生计。于是，在熊本市一家只有8张椅子、名叫味千的小面馆开张了。开张后，因为口味独特，重光的生意做得还不错，几年间就开出了好几家分店。而味千拉面之所以在中国兴起，离不开一个叫潘卫的女商人。1995年，潘卫到日本考察项目，偶然间吃到味千拉面，他觉得味道很不错，拉面的生产效率又很高，于是萌生出想要在中国推广的想法。他找到重光孝志，表示自己想要在中国代理味千拉面。一般来说，这种品牌代理权最长签约不会超过40年。但潘卫说服重光，一口气拿到了味千在大陆、中国香港、中国澳门3个地区的永久独家代理权。拿到味千的代理权回国后，潘卫很快在香港开出了第一家味千拉面。和日本味千一样，香港味千也主打平价美食。潘卫印了1万张广告，连发好几天，口号是10元吃饱，20元吃好。出租车司机来吃面还有8折优惠。如此力度，让味千拉面在开业当天就吸引了2000多名的哥来捧场，店门口排起了长龙，味千在香港一炮而红。后来，潘卫又陆陆续续在香港开了10几家店。到了1997年，他看到吉野家在大陆生意兴隆，便也决定走出香港，北上开店。第一站就选在了深圳。只是到了深圳后，潘卫没有立刻开店，而是带着员工摆起了面摊，并且打出了那句经典 slogan：大骨熬汤50年。众所周知，中国人一直很吃汤底熬制这一套，尤其是广东人，煲靓汤那就是刻在 DNA 里。所以尽管味千卖到15元一碗，生意也很好，前来的食客络绎不绝，短短8天时间，营业额就超过了20万。试水成功后，潘卫对在内地开设分店的想法信心十足。很快，大陆第一家味千拉面就在深圳华强北开业了。开业第1个月便实现盈利，4个月后，深圳开出5家味千。之后，味千一路开挂，1999年到上海开店，随后又点亮了北京、成都、杭州等城市。但和在日本、香港的评价不同，大陆版味千赋予了日式人设，带着港风，开在1线城市顶级商场，一碗面就要30-40，突出一个贵气。那问题来了，为什么味千拉面这么贵，还这么火爆呢？这跟时代经济背景以及文化交汇有很大的关系。你想一下，21世纪初，中国处于什么阶段呢？改革开放，外资涌入，经济腾飞，大家对外来事物充满新鲜感，接受度越来越高。而且当时不少外资食品涌入，一碗拉面30-40是很贵，但咬咬牙也能吃得起，吃完还能炫耀好一阵。另一边，自上世纪80年代起，大量日本动画电视引进国内，其中拉面作为影视作品中日式餐饮的王者，在无数年轻人心中种下了好奇的种子。像品牌哥，我在看《火影忍者》时就被名人最爱的伊乐拉面馋到疯狂流口水，以至于一直对日式拉面有一层好吃滤镜。而彼时拉面味千的出现，就刚好填补了国内日式拉面市场的空白，吸引了不少面食爱好者想去吃日式拉面尝鲜。
2007年，味千在香港成功上市，上市后的味千更是加快扩张脚步，门店一家接一家的开。到2011年，味千门店数量已达到662家，相较2005年的56家门店，可谓是走向品牌巅峰。另一边，味千拉面的火爆也成功助力潘味在2007至2010年连续4年蝉联胡润餐饮富豪榜首富，被誉为拉面女王。当时的潘味接受采访说，他的下一个目标是5年后让味千的门店突破1000家。然而现实是，意外总会比成功更先来临。味千的5年1000店计划还没看到曙光，业绩就开始急速下滑。而给味千致命一击的不是别人，正是他一直全力宣传的汤底。前面我们提到的 slogan 大家还记得吧？大骨熬汤50年，号称其一碗汤360毫升，钙含量就有1600毫克，是肉类的10倍，牛奶的4倍。但事实却让味千狠狠打脸。2011年7月，有媒体爆出味千拉面的猪骨熬汤根本不存在，汤底实际上是用汤粉、汤料勾兑而成。消息一出，市场舆论瞬间炸开了锅。起初，味千并没有承认媒体的说法，而是用一份中国农业大学的鉴定报告回应媒体。报告显示，味千的汤料样品中的确含有丰富的胶原蛋白和钙元素，但这一说法很快遭到了中国农业大学的全盘否定，并声称从未认证味千拉面产品。随后，网上就有人爆出这份证明其实是味千花6000块买的。民间重锤后，官方也开始放出实锤。先是广州药监局调查后表示，味千拉面的汤料用的就是浓缩汤料包，供应商在上海。然后上海市工商局也出面了，对味千拉面处以20万元的行政处罚，理由是虚假宣传。各方重压之下，味千拉面虽然最终发布了道歉信，承认自己使用了汤料包，但依旧强调，我虽然用调料包，但用的也是大骨熬制的骨汤原液。只能说味千这嘴是真硬。骨汤门事件后，对味千的影响几乎是毁灭性的，他将日式拉面原本高高在上的人设砸个稀碎，顾客与店家之间的信任荡然无存。味千的销售业绩也一落千丈，股价跌幅超过40%，总市值缩水76.3亿元。味千陷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。那怎么办呢？潘味想到的方法是从门店经营向投资领域进军，但这一次潘味的投资并没有像发现味千一样的好运。2015年外卖兴起，味千陆陆续续拿出7000万美元入股百度外卖，企图搭上百度这趟高速驰骋的互联网列车。但没想到百度外卖只是外卖舞台上的昙花一现，不到2年，百度外卖就在外卖大战中惨淡出局，连带着味千拉面当年整体业绩巨亏了5个亿。到了17年底，投资风波还未平息，味千内部又爆出贪腐事件，首席财务官刘家豪涉嫌挪用公司资金2600多万港元。这哥们儿贪污的手段也很简单，他使用可擦拭的原子笔填写支票金额，再交给潘味的弟弟潘家文签字。原本的金额很小，潘家文签字后再改成大金额。就这样，刘家豪竟然前后挪用了2600万，而且时间跨度长达7年。到这里，味千外部有舆论围剿，投资失利，内部又有不让人省心的高管，可以说是内忧外患都齐了。那该怎么破局呢？味千的选择是重回产品，毕竟只有好产品才有好销量。可问题是，这一条正道也被味千走歪了。众所周知，味千的招牌是拉面，大家去店里也都是奔着日式拉面的新鲜感去的。可味千这几年并没有在拉面上下功夫，而是盲目推出很多新品，炒饭、炸鸡、煎饺。试想，一个以日式拉面闻名的餐厅，谁会想在里面来一份泡菜炒饭呀？除此之外，味千还在忙着开店，连开多个子品牌，东西烧、孙三郎、喜多藏、面屋五藏、味牛、麻布十番，从咖啡到烧烤，从日餐到西餐，能做的都做了，却没有做成的。这几年烧烤热，味千还借势推出过烧烤屋，计划光上海就要开30家店。可 PPT 计划书是小甜甜，执行起来就成了牛夫人，最终都没有激起什么水花。而就在味千不停折腾的时候，国内餐饮市场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一是伴随着电商外卖的兴起，速食拉面产品层出不穷，比如创立于2016年的拉面说，其中经典的豚骨拉面有汤包、有叉烧，还有素菜，再配上一份半干生鲜面，5分钟在家就能煮出一份还不错的日式拉面。甚至有网友说，汤达人也颇有味千拉面的味道。另一方面是，近几年中国的本土面食正在快速崛起，像前几年资本热捧的兰州拉面3巨头陈香贵、张拉拉和马永记，
相较于味千，他们的产品种类和服务细节都更上一层。另外，不仅是拉面，在面食赛道上还有五爷拌面、重庆小面、合府捞面等一众品牌，全部实现了市场的快速扩张。那有这么多选择，谁还会只钟情于一碗毫无新意和诚意的日本舶来品呢？最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，日式餐饮在国内整体是呈现衰落趋势的。像曾经和味千一样火爆的吉野家，这几年也是关门亏损坏消息不断。究其根本，还是这些日式餐饮性价比低、创新不足，越来越跟不上新生消费者的需求了。总的来说，味千当初能在国内走红，本来就有时代风口的成分，但是它并没有努力将风口延续下去，在产品服务上下功夫，而是只想搞营销、搞噱头，最终只能是脱离群众，被抛弃在时代的洪流中。